迎收看关键时刻。今天中美争霸分出了胜负，就一颗的钻地弹，还有 B2 的飞机飞出来，现在完完全全世界都知道谁才是老大。你看到今天的美元指数已经是创下了新高，这代表全球投资人信心。对比起来，中国习近平现在在中东的势力只能说越来越式微。你看到了伊朗的电视台在他们节目上面直接公开喊话说，你中国要赶快介入，但是中国处境非常尴尬，我帮也不是，我不帮也不是。另外一个让大家觉得最 shock 的讯号是什么？是塔利班。我们过去都知道，第一个承认塔利班的是中国，甚至呢，王毅还跟他用这个手肘礼，但没有想到现在塔利班完完全全看衰了中国，他把他的相关合约给断掉，在这个敏感的时刻踹了他重重的一脚。而现在等于是习近平在中东的势力，在中东的所有的状况都被看破手脚了。国盾，所以美军今天 B2 飞出来，钻地弹丢下去，所有的全球投资人信心通通都回来了。什么 G2 世界上分两个大强权，什么中国可以调停世界，中国是世界上另外一级有影响力的，今天都没有了。B2 一飞出来，炸弹一丢下去，全世界都知道什么叫美元、美军跟美债是三位一体。本来2个月来没有人要美元，没有人要美债，美债殖利率爆新高，美元一直往下掉。打完之后，所有人都知道世界老大是谁，老大才是对的，所有人都全部抢去买美元，所以美元一下子一柱擎天就飙上来，大家都相信一件事情：美国这一打 B2 一飞出来，真正的美国霸权、美元霸权其实就是三位一体，有美军就会大家就信赖美元跟美债，美元才是世界终极的选择。中国其实一打才知道它就是纸老虎，大家就看穿了它，连伊朗都保护不了，那大家要选谁？当然要选美国。美元之前跌了多少？美债还是什么？说没有人要。那个时候说什么没有人要，还是什么？美元的霸权要结束了，殊不知一个美军改变了全部的局势。对，所以我们总算明了什么叫做美元、美债、美军三位一体。一出来，谁救了美元、美债？美军一出动就救了。所以你看，川普这样英雄出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老大才是对的嘛。那要选谁？所有的资金全部往美国跑，接下来就可以期待美元、美债都会回来，因为很清楚了，世界只有一个强国，只有一个老大，就是美国，不然你就把B2飞出来嘛。所以你在说那边都没用嘛，实力才是一切嘛。而且中国现在多惨呐，这场战争有如照妖镜哎，现在连阿富汗照妖镜，对，连阿富汗都瞧不起他。突然间在战争一打了6月17号。时间很敏感，当然理由是很奇怪，说他没有雇佣阿富汗人，怎么可能不雇佣阿富汗人呢？当地只有阿富汗人啊，但是他就终止合约，这个问题很大，你知道吗？这个你看哦，塔利班当局终止与中企为期25年的石油开采合同，25年的，然后现在一打就断了，就踹他一脚。所以以色列跟美国一打，马上做这件事情，对中国的面子有如在地上摩擦，你知道按在地上摩擦，你知道为什么多严重吗？塔利班政权，中国是第一个去挺他了，可以说是塔利班的中国铁哥们。你看王毅当初跟他签约的时候，人家是这样。你看这个照片，人家是这样敲的，是这样子敲，兄弟他是第一个承认你的人第一个承认你，唯一承认，当时唯一一个承认的，可说是挺他到底，挺阿富汗的塔利班挺到底，而且当初就开这个会，决定说签署合约，跟中国的国企签署合约，那决定说，你既然这么挺我的石油就交给你开采嘛，因为中亚石油确实人家也有技术嘛，而且钱也到位了，投资的签订说，5.4亿美金的协议，人家1年给1.5亿，已经给2年了，3亿美金都给了，就阿富汗说你现在不遵守协议，而且在这么敏感的时候说，我不跟你合约，还对国际说以后这个合约没有了，中国连吭都不敢吭一声，就说我正式对外国际招商了，在这个敏感的时刻，本来是铁哥们。竟然反了中国，就会被人家说中国你现在是在整个中东变成照妖镜，没人看得起你了。所以塔利班在这个敏感的时刻，你看到我刚刚讲是阿富汗当地的媒体报道，你说有其他人捕风捉影就算了，这是直接报道，而且什么直接终止跟中国公司的主要的石油开采协议，它是完全跟中国恩断义绝了，所以照妖镜就出来了。要往哪里靠？当然要跟大哥跟着走嘛，所以大哥才是对的。中国不是大哥嘛，所以很明显，本来中国期待它不会变成阿铁跟巴铁一样，结果自己当了中铁，人家马上反了水啊。那
再来更严重的是，伊朗也呛瞎了，伊朗就在自己的国营电视台就发布新闻评论，就说你现在中国跟俄罗斯你再不出来挺伊朗不是伊朗的问题喽。如果伊朗垮了，中国跟俄国下一个就危险喽，就跟阿富汗一样嘛。你现在挺不了我，人家也没有了信任你，整个中东地区甚至第三世界国家就会瞧不起。你到底有没有本事啊？你在哪说你是世界的另外一个极端，你是另外一个G2两大阵营，你根本就不是嘛，你根本连。所以他们气到炸在这个伊朗的这类似新闻的直播或者是政论节目上面，他就直接讲现在这个事情已经不只是伊朗一个国家的事，你们再站不出来，你们也会一起完蛋哦。所以中国跟俄国也需要去表明说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实力嘛？那实力从哪里看出来？美元大涨嘛。接下来我们看以色列，以色列真的是强悍。我们别以为我们只看到特拉维夫被炸成这样，人家股市从开打之后一路往上飙，这才是厉害。还在涨，还在往上涨，就代表什么？实力就证明一次嘛，实力才是硬道理嘛。人家一路往上涨，完全没有在怕了。而且美国炸完之后，整个中东股市全部都在庆祝。你看沙特阿拉伯股市上涨，卡达指数上涨，巴黎上涨，埃及上涨，这代表什么？这些国家都往美国靠过去了，所以伊朗才会讲说，你再不出来挺，不是伊朗倒是大家都会瞧不起中国跟俄罗斯因为谁都往这边靠去了，所以股市才是硬道理嘛，实力才是硬道理嘛，全部都抢美元跑，抢以色列的股市。往哪边靠，非常的清楚嘛，所以中国现在就是超级冤大头。现在为什么这样讲？人家现在看的就是，你在中东、在伊朗投资这么多，甚至你的港口还是中国做的，整个中国的石油都可能运不过去。所以中国现在是你没有能力派军队来保护伊朗的设施嘛，所以这个是脸都丢大了。对，损失最大的就是中国。所以中国只能眼睁睁看着原本我投资的东西都被你炸光了，对，我也不敢去保护了。所以到时候，如果荷姆兹海峡真的被封锁的话，反而证明另外一件事情，这才是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就是伊朗宁可牺牲你，我也不愿意维护中国的权利。所以这另外一个严重的事情就在这里。我们来看荷姆斯海峡，其实真正如果封锁之后，谁冲击最大？中国冲击依赖度非常高，印度非常高，日本高，南韩高，台湾是中高。那一旦封下去的话，代表什么？伊朗不顾你面子，伊朗就说。我本来还会顾及你的面子，我不敢去封锁荷姆斯海峡，因为我们都知道损失最大的50%的石油都会是受到冲击。可是伊朗不封，他面子都没了他就没有人瞧得起他。可是，一封下去，中国损失很大。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观察如果伊朗敢封锁荷姆斯海峡，代表什么？中国的威信扫地，因为伊朗为了自己，连中国这个友情，我再也不是一铁。所以中国完全现在在中东被看没有，伊朗的电视台直接呛白了，甚至塔利班已经呛了，甚至伊朗说你再不放没有关系啊，我把我荷姆斯海峡封掉之后，你会比我更惨的。所以中国处处是弱点你看荷姆斯海峡如果封不了，他都说马六甲海峡也是他的生命线嘛，南海他要控制嘛。他没有一个控制了嘛，一关全部都崩溃嘛。反而美国人家才是世界的老大，美国其实在10年前就在计划这场战争了。那当时奥巴马就讲一件事情，在金融海啸之后，那时候美国一天进口1000万桶的石油，可是他那时候就决定这件事情了，我要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我要开采页岩气，我要开采天然气，我要夺回世界话语权。所以那时候有一个线，你把它画下去就很清楚了。当初美国的石油产量其实是非常少了，你再看实际产量，那时候美国才5184，现在超过1万多，是1000多万桶那时候500万桶，现在1000万桶，成长130%，现在天然气也大幅成长，所以现在美国为什么敢做这件事情？其实10年前就开始做准备了。中东再怎么打，美国就是世界强权，它根本不会被影响。过去都是所谓的进口多，对，进口多，现在完全蓝色部分都是出口，对，直接飙了上去。所以你看，从2005年500多次，对，500多万桶，5084次。好，我们再看2019 12248。越来越多了。他在做什么？他在做战略准备，他要告诉别人谁才是世界强权。反而中国，其实你从这张图也看到弱点了。他跟美国对抗之后，美国就开始禁止他从美国取得石油，他逼得不得不从世界各国去抢石油，从伊朗，所以投资非常多，就为了跟伊朗签署这么多，还在其他国家签署那么多。
可是如果你没有实力的话，你连荷姆斯海峡守不了，马六甲海峡守不了，台湾南海守不了，你到时候到处都是你的弱点，所以谁才是世界老大？美国完全不受影响，中国会处处受到制着，所以今天的战争一打，谁世界老大很清楚。所以美元为什么大涨？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大家都看清楚局势了，美国才是唯一。慧正，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哦，伊朗的电视台都直接讲了哦，这不是我们伊朗的事哦，你中国给我站出来，你俄国给我站出来。中国想不想站？他当然想要站出来。我们刚刚讲他的投资在伊朗这么多东西，如果我今天直接放弃了，打水漂了，但我现在站出来，我也很尴尬啊。我帮也不是，我不帮也不是啊。没有，中国现在说，哎呦，我东西掉下去了，哎，我东西拿起来了，哎，我东西掉下去，装忙好不好？装忙，哎，不要 Q 到我，不要 Q 到我，很害怕，因为这次美国的出手，人家美国出手打那个以色列伊朗打了3个主要的这个核子设备的基地哦。那这个打下去之后，我跟你讲，不是说我们不知道，连伊朗他们自己人都不知道。说有一个说法，说什么看 CNN 报道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他们自己这一次参谋会的那个主席哦，是说我们的这个飞机啊进去跟出来这过程里面完全没有遭到任何的阻碍。对，所以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伊朗应该不知道。但现在情况来了，这个一炸在伊朗的这个核设施，但是呢，真正痛在谁心？痛在中国心啊！为什么？因为中国有很多的设施、很多的建设，甚至就连这一次炸弹的伊斯法这个核研究中心，都是中国帮他盖的。说这一次伊斯法罕，它被战斧飞弹狂轰滥炸，对，结果这个东西是中国出钱帮他弄的，而且你知道吗？他是在1984年的时候呢，就是由那个中国出资来帮他用，而且呢，他们现在目前为止总共有3000个科学家在此哦，被视为是一个伊朗相关的一个重镇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它这个基地里面还有3座中国提供的小型研究反应器呀，里面包括了转换设施、燃料生产厂，还有一个包覆工厂都在里面。那我问你，我现在好不容易弄成这样，而且哦，你要知道这个地方是其实为什么那么重？为什么是炸3个？它事实上呢，整个铀它是这样的一个提炼过程，它从天然铀事实上它的含量非常低哦，大概只有0.7%，不到1%左右。它是从这个天然铀慢慢提炼。如果说我们一般有用所谓的什么用那个核能来发电，可能到了3%、5%左右就可以这个铀浓度。但是你要用到那个核武的这个部分的话，铀浓度要来到90%。你知道伊朗现在可以弄到几%了吗？60%。所以真的事实上已经感觉上不远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这一次要出绝招，一个把它轰得稀巴烂，而且是整个生产链全部都轰掉。所以呢，它除了轰这个伊斯法之外，还有 Fordo， 还有另外一个纳坦兹哦。这一次全部都出手，由此可见，你就知道哦，这个美国其实是有那个决心。什么决心呢？我就是要把你打回这个铀研发之前。那换句话说，我们刚刚讲了，中国处心积虑，中国可是，所以中国今天看到这个画面之后，他心都在淌血。我砸多少钱在伊斯法罕？对，你说炸就炸。而且我跟你讲哦，中国更淌血的是什么？这个伊朗哦，真的是，你如果有够小，你如果有 guts， 你是不是要反击美国？对。就后来呢，中国现在喊出了那个伊朗喊出了2招。第一招，我要打以色列，就是他不敢打真正攻击他的美国，他打以色列。然后他打以色列，他就先用海豹嘛，他就一个海豹放个骷髅头，骷髅头上面放5芒星。然后呢，我跟你讲，你如果有 guts 一点，你就直接放美国老鹰嘛。那我们还知道说，哇，那个骷髅头让你美国老鹰就不是，他放了5芒星，所以代表他要攻击的是谁？是以色列。所以一句话都不敢讲，对美国不敢讲。然后第二个更孬是什么？他就说我很生气，那我决定要把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石油的命脉，也就是荷姆兹海峡，我要封闭哦。我们这个国会已经通过了要封闭这个荷姆兹海峡。可是你知道多好笑吗？你封闭荷姆兹海峡，最后痛的是谁？中国，因为它大概有45%的能源是从荷姆兹海峡来的。就伊朗，他最后
感觉他敌人是中国了，玉他就是要石俱焚啊！他就是那个周星驰的电影里面，我要射前面的那个包租婆，结果那个射出去之后打到墙，墙之后射回到自己本身，所以这弄到中国啊，所以中国心想说你干嘛？你要成，所以现在我跟你讲，这一次的出手轰炸伊朗，结果损失最惨重的真的是中国。那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就开始细数中国跟伊朗之间他们两方的情谊是有多么，姑且不论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他们的一个邦交已经高达50年。对，你知道吗？2021年的时候，事实上他们这个核的这个相关的核武的发展计划已经那个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中国啊，请全力啊，他说好，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已经那个建交50年，我们要协助你发展伊朗，我们要花4000亿美元，我们要帮你建设整个金融体系，我们要帮你弄电信，我们帮你盖港口，我们帮你弄铁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CCTV 他们拍这个宣传片，这些都是中国帮伊朗盖的，是都是中国帮伊朗盖的，而且我跟你讲，它的换来什么？我4000亿美元帮你盖这些，然后我换什么？换就是我的一个中国在你伊朗北部的一个开发计划，叫北阿扎德干油田哦。这个北阿扎德干油田哦，它的运偿量是高达420亿桶哦，就是依照中国这样每天需求量是1600万桶来算的话，可以这样日夜一直用7.2年哦。对，而且呢，其实这个油田是中国透过他们中石油跟中海油，就是最重要的2桶油进去持有，然后开发。简单一句话，就是用国营企业名义，但事实上生产干嘛？当然就是帮中国政府在做事。所以呢，中国已经估计要花4000亿美元帮你打造这些，然后呢，请全力，然后给你用砸钱下去换便宜的石油进来。结果没有想到，你现在被美国打得密密麻麻。然后呢，现在呢，大家就讲说，你刚刚不是讲吗？伊朗不是开始吗？就是求救兵嘛，支援前线，开始叫俄罗斯跟中国支援前线。然后呢，那个俄罗斯还算是有一点骨气，还说我们这个未来不排除可能会把核弹中国到现在已读不回。然后呢，现在那个华府的智库美国企业所的一个高级研究员就说，现实上中国实际上是没有任何能力派遣军队来保卫伊朗的设施，没有任何能力。话讲这么白，而且我觉得啦，事实上这一次那个主席凯恩他也直接呛瞎。他直接呛下说，我们这个整个目前为止整个防御计划是拉高到全球级的，所以呢，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有人说还有点名啊，就是前24轴心国，只要敢动的话，事实上不会放过你。那现在呢，事实上美国也开始进一步了，实体制裁8个一个公司跟一个中国人。那这个8个公司跟这个中国人主要干嘛？都是有涉嫌偷运包括无人机的一些元组件啊，运到伊朗去。那现在呢，甚至有一艘叫顺凯号的，它是香港的一家公司也是 Unico Shipping 公司他们所持有的，它就被人家发现怎样，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偷偷的把货运到那边去，就运到那边去之后，他故意掩盖，他们真正交货的对象是伊朗的 RRA， 也就是被美国制裁的一个相关的组织但是这家公司却只字不提，就你现在看。这些全部对不对？5月30号，中国修建通往伊朗的中伊铁路正式通行，然后再来公路的部分，德黑兰北部的高速公路一期工程一样也是2.57亿美元也是2020年就，然后还有机场，这个德黑兰伊玛目和梅尼国际机场扩建27亿美元，2023年开始盖，2025年6月13号因为以色列空袭伊朗之后就开始暂停营运，所以我跟你讲一件事，结论就是什么？美国故意让你中国去投资伊朗，让你把钱花在那边，等到你真正什么花开了，然后讲结果了，现在要开始收成的时候，把你炸掉，全部炸烂。所以他城府这么深，对，等于把你情开了呀。可是你到现在都成为一个荒芜之地。宇轩，为什么我们讲现在伊朗他这么急要把中国跟俄国直接拉？为什么要说现在中国跟俄国尤其中国现在在中东的势力越来越少？你看到，因为他们一条神秘的北纬33度线，这些国家现在都亲美、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只剩最后一个
是伊朗一个了。照现在美国的目的已经图穷匕现了，为什么？因为随着叙利亚的沙拉政府上台之后，你会发现，哇，跟美国的关系特别好。而这一次连轰炸过去呢，叙利亚一声也不吭。而其他的，包括伊拉克呢，甚至是我们讲了到阿富汗等国家哦，要么呢是口头上谴责，但是这叫口惠而实不至，全部的人都作壁上观。等于说，在这一个阵线，从叙利亚、伊拉克呢到我们的阿富汗，刚刚讲的非常多。如果连最后神秘的三路支线，连伊朗都被美国给拿下来，扶植了亲美的势力，而等同是这整个中东一带的散射路线变成了一个权力真空带，而未来包括它的油价，包括了相关的掌握，全部都尽在谁的掌控之内？美国。对，而且只剩一个国家存活，最后幸存者也就是以色列。所以变成说，他们讲的看到这个已经逐渐发现说完蛋了，但是你回过神来已经来不及了，因为现在这美国的下一盘大棋啊，都快被拔光了，伊朗怎么办？对，但这时候呢，有一个国家的旁边呢，就试着发展，这是谁？黎巴嫩。嫩黎巴嫩想说，我会不会有事？会在这个33，所以他们怀疑嘛，如果伊朗这时候一垮台，那下一个目标呢，很有可能就是有黎巴嫩真主党的贝鲁特这个地方，连这个政权也会呢，我们讲相对应的跟着倒下。所以他们现在讲说，因为已经没有任何人哦，能够确保说伊朗哦没有能力可以继续研发下去。岳宇轩，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一次伊朗真的可能要被拔掉？你看到、这一次美军过来 B2轰，这个所谓的巨型战架轰，战斧飞弹轰，结果怎么样？你伊朗莫名其妙，你只放了这一张图，然后上面骷髅头，上面有火焰，你根本不敢去对战美国，真的要倒下了。对，照你讲一个重点，没人了，荷兰没够没含扣的啦。有谁？就伊朗。你看到这张图片哦，讲了哇，血的复仇。大卫之心刻在这个骷髅头上面，然后呢，来自天际无数的飞弹、无数的导弹，然后写下一段撰文，就想来，这是他的文章哈。对，惩罚行动将会持续。犹太建国主义者犯了一个大错误，会受到重大的犯罪，必须惩罚，也一定会受到惩罚。他们此时此刻正在受到惩罚，借正在接受惩罚。对，赵总要公鬼挂波啊！我请问一下，现在这一次打他的是谁啊？是美国呢？是美国。啊，美国把你揍的，我们讲的七荤八素的，就你从头到尾在骂谁？在骂以色列？为什么不敢提嘛？他提了之后自己会出大事嘛？因为你看，川普已经讲得很白哦，过去他用字遣词都很精准哦。你看哦，美东时间22号，他的出收秀突然写下说，伊朗政权哦更迭的可能性，使用政权更迭，有没有看到 ？Current Iranian regime, okay, is unable to make Iran great again. Why wouldn't there be a regional change? MIGA 是什么？让伊朗再次伟大，因为有政权更迭的可能性。对，而且这没有这个巧合的啦。他这篇文章刚发完之后，你知道吗？在全世界各地哦，当这个我们讲以色列跟这个伊朗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来在瑞士哦，有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前面，你知道他们在高举什么吗？说要复兴巴勒维政权。真的假？这画面这么多人。对啊，就说要把过去的我们讲的皇储全部赢回来啊！连加拿大的伊朗也说要复兴巴勒维政权，然后连呢 LA 伊朗人也说要复兴巴勒维政权，那搞要骗啊！哦，这绝对不可能的事呢，突然间冒出来的，对，绝对是有计划性的串联嘛。这不会是巴勒维自己搞的，旗子都准备好了。但巴勒维哪敢啊？美国没同意哪敢啊？但是你看哦 ，All King No Hope 这边也在讲，把巴勒维突然间肖像都准备好了。哦 ，King 我们讲 Reza 不，哦，就一直说什么，就是说希望巴勒维能够重新回来执掌伊朗。然后与此同时呢，网络上一堆我们讲无数的 AI 图会跑出来啦。你看巴勒维啊 ，Make Iran Great Again， 然后这是谁 ？Trump， 对，你开始做。然后呢，你看到 Israel，OK， 还有伊朗，这么多梗图都是来赞美，希望让巴勒维回来的。对啊，而且高度的美国色彩嘛，因为什么叫 MIGA 就是川普的标志嘛，而且 MIGA 这很显而易见就是美国在背后啊。甚至你看哦，这个还把谁？把居鲁士大帝都弄出来了哦。大家都知道，居鲁士大帝2500年前哦，曾打败巴比伦帝国哦，我们讲的助了我们讲的以色列呢，回到了他的家乡，回到他的国土。但你这个时候把巴勒维以及居鲁士涵盖奏会，你不是已经表达非常明显吗？甚至你看啊，选哈米尼，no， 选我们讲的巴勒维 peace，OK，good， 那你是很显而易见的嘛？就你想要做什么？对他来讲，颠覆政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嘛。而且你知道吗？现在伊朗是内忧外患，因为我们除了讲出所谓巴勒维之外，但不要忘了。
库德族也在。库德斯坦是他们一直吵着说要去建国的一个这个概念。对。结果没有想到，在伊朗被打了老半天的时候，自由党突然跳出来发布这视频说啊，不，他说什么？他说反对伊朗政府。OK， 甚至在伊朗都已经变落水狗的时候，他就再踹他一脚。对啊，而且他说，包括俾路支人、波斯人、亚塞拜然人，全部大家都跑来这个库德族说，我们呢跟伊朗所有被压迫的民族团结一致，是什么？我要跟你内部造反嘛。而且你看哦，这个是我们讲的库德族的年轻人，对。结果呢，他手上背了一个枪支，在这个宣传影片里面，然后大家仔细看，发现对呢，跟他没啥对呢，这刚才是美国的卡宾枪哦。你说他手上的这一把是美国制造的？对啊，很像是拐两拐卡宾枪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就仔细研究说，包括了14.5英寸的枪管啊，以及比这个 N16A2 稍微再短一点的，就是这一支。对啊，感觉就是很像是美国拿出来的一个我们讲的货色啊。因为基本上啊，因为像这个卡宾枪，对不对？它是这种3.784，所以它理论上跟所谓的 N16A2 稍微有点差别，就特别，包括它的瞄记，所以他们对照之后就怀疑说，这武装人员来有几种可能。第一个，美国制的科尔特拐两拐。再来呢 ，PKN 机枪，对，或者匈牙利的，或者是罗马尼亚的，所以代表有高度可能性，美国也介入到这个当中。那你仔细想想看哦，这是整个我们讲库德族的他的希望建国一个库德斯坦的一个地图。那过去土耳其跟他的关系本来就长久以来不是很好，但是叙利亚现在已经接受他啦。对不对？因为现在叙利亚新的沙拉的政权也是由美国我们讲的跟他交好的啊，然后包括我们讲的伊拉克这边北部地区，基本上呢也算是默许的状态，所以对他来讲只剩下伊朗这块拼图了。搞不好你说土耳其还希望说，赶快把它往东推过去一点，你们要搞呢去这边搞。虽然说库德族内部呢也有非常多的我们讲的纷扰，但现在很显而易见了，当这个 B2 的炸弹。GU 我们讲 GBU 呢，我们讲武器丢下来的同时，不只是引爆了物理上的引爆，在对于内部的政权里面，所有的反叛势力从国内到国外也在同一时间集结，所以说不定对川普而言 ，Mega 还不够 ，Mega 到来潮。天伟，我真百思不得解，伊朗不是之前讲很多次，它是中东很大的国家，怎么这次被打的跟什么一样？直到你跟我说，我才知道一件事情，原来伊朗的内部斗得比中国还要凶，里面还会把情报外泄给其他人的哦。对，你知道斗争自己最严重的就是自己人斗自己人，因为你知道只有自己人了解自己的底细，不是吗？对。事实上啊，虽然现在就是哈米尼在执政没有错，但是实际上伊朗内部来讲的话，他现在的执政当局呢有4个家族都在捞油水啊，4个家族都在捞油水啊。你看，除了这个哈米尼之外，你知道啊，哈米尼的孙女啊。现在是进来在美国读书啊，所以你知道这个不是反美跟这个习近平很像一样啊。反美是什么？是工作嘛。但是亲美啊，在美国生活就是他本身的一般的生活。所以你知道他本身他们哈米尼家族来讲的话，就过往来讲，这个当权之后呢，就斗掉那个所谓的前任的这个精神领袖，就是何梅尼。对，所以他也把这个何梅尼的家族也肃清一空哦。那现在他掌控了这个所有权力之后。所有的包含油商的资源，还有企业界的，特别是什么建商的相关资源，都是由他们去把持的。所以原则上哈，你知道他又跟这个所谓的其他的一些国内的政治势力，比如说上一次坐直升机掉下来那个前总统啊莱西，他们家族也跟他这个哈米尼家族是一个姻亲的一个关系哦，所以他们这个关系非常复杂。好，那我们看第2个家族是什么？就是前总统，就是拉夫桑贾尼家族。这个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家族的这个成员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前总统的儿子，他目前是德黑兰，就是首都的市政委员会的一个主席哦，所以他们家族也在石油、建筑、金融业啊，掌控了这个国家的最大的所谓的基金会哦，来进行这个捞钱了。所以这个是第2个家族。那第3个家族啊，就是上一次被干掉那个苏莱曼尼啊。他其实哦，虽然苏莱曼尼他们家族是穿着军服在军中当这个所谓的将军哦，但是他的这个其他的人哦，都穿着西装，然后呢早上来讲的话，这个抗美啊，在那骂美国啊，晚上啊跑到酒吧里面哦，然后去喝美国制造的酒，然后呢在这个夸张到说在私人派对豪饮30万美元的洋酒，对这个洋酒他们也太有钱了吧？怎么喝得起嘛？所以他捞钱也是捞了这个什么石油，更好笑的是什么呢？
东西呢？它这个石油虽然被美国禁运，对不对？他们是走地下管道，从伊朗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竟然送到伊拉克那边去，然后伊拉克那边呢，他们自己在那边成立一家这个所谓的白手套的公司，然后再把用这个公司来讲，把这些石油再卖到西方国家去。所以你一方面来讲，你要反美国，但是你又把这些石油卖到西方国家去，所以赚美国的钱，然后回过头来讲来掌控这个整个体系哦。这第3个家族，第4个家族就是原本那个何梅尼家族。现在有人怀疑说，到底美国、以色列情资怎么这么精准？事实上，都是这些家族内部互相斗来斗去的时候，把情资泄露给以色列的，都是泄露给美国的。所以你只要跟美元有扯上关系来讲的话，美元最大不是吗？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伊朗内部来讲的话，事实上不是什么以色列太厉害了，或是美国很厉害，当然很厉害没有错。但是更重要的是，伊朗内部是分崩离析啊。对，真的如你所说，抗美是工作，亲美是生活。为什么？你看到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所谓的哈米尼的孙女在美国留学嘛？另外什么？她的高层竟然用的信箱是 Gmail， 而且现在半个伊朗人口都是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的眼线，太夸张了。对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讲说了，现在目前哈米尼他是亚塞拜然人，他不是波斯人，所以其实他们也很讨厌这个哈米尼政权在执政，所以内部来讲的话都有互相的这个矛盾的这个问题哦。但是更重要的事情现在美国打下去之后，你知道吗？伊朗能什么反应？除了这边扬言说要这个所谓的这个对美国、对以色列这样子的一个回应之外，内部来讲的话，很多人上街头，但上街头来讲的话，他拿的就是那一种是传统武器啊，好像是义和团式的这个概念了。更重要的是很好玩哦，这个小老弟啊，你知道上一次被打那个黎巴嫩珍珠党不是 BB 扣事件那个珍珠党吗？珍珠党竟然现在发布一个声明他说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和平这个核设施的野蛮，还有背信弃义的侵略。但是他后面加上一句，我们相信伊朗有能力让美国和以色列尝到失败的滋味，但是没有讲说自己要做什么。他说你这个伊朗你会去这个报仇美国跟以色列，但是真主党躲在后面了，他现在不敢跟。他意思是说你伊朗你就可以做了。对，你自己来就好，你自己去就好。那我不关我的事，我也不帮你。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伊朗也没有帮真主党啊，所以现在真主党来讲的话，也今天来讲的话，发布这个声明只是有跟没有，这个都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其实在伊朗整个中东集团的底下的小老弟，还有伊朗自己内部来讲的话，都是分崩离析的。瑞德，美国跟以色列未免也太夸张了吧？美国昨天什么 B2 加上这个专利弹轰了。大家还懵懵的然后说怎么会这么神奇，怎么那么狠？没想到以色列马上又跟上了，他再度针对了伊朗全境的6个机场，照样轰现在多架战机、直升机被毁，还有什么800名的飞弹，现在怎么都藏在这个瓦砾堆当中，挖都挖不出来了。对，没错。那么伊朗呢，到底有多少飞弹不知道，但是呢，比较具规模的飞弹大概不会亚于2500颗嘛。那之前已经发射了快要500颗的飞弹嘛，数都数得出来，大概还有2000多颗嘛。以色列发布新闻说，他们已经把800多颗的伊朗的飞弹呢，那么弄在瓦砾堆里面，让它没有办法发射。也就是说，伊朗还有很多的飞弹。对。但问题是，至少有800颗没有办法发射出来打以色列。我也自己一直觉得很奇怪。照理来讲，那么伊朗既然宣称他们绝对不投降，然后呢要以血还血。那为什么是20、30颗飞弹来打以色列？你不是应该200颗、300颗，好，每天一直打嘛？你没有发现这几天没有那么多颗飞弹可以打吗？说他的飞弹车都被清光光了。对啊，以色列在今天又用这个攻击自杀无人机，还有用这个飞机这个等于说空中攻击的方式呢，直接锁定伊朗另外6个机场，全部炸。他这次包括用这个等于说那重型的这个炸弹呢，把他们的跑道也炸掉。就是说，这个飞机场我不让你用了，对，那你的雷达站、你的管制站呢，飞航管制站呢炸掉，然后呢，你的这个等于相关的这个加油站呢，它人加油相关的这些设施全部把它炸掉，那跑道也毁掉那在跑道上面呢，听说今天总共有15架嘛，15架里面包括它的加油，他们有加油机伊朗有加油机，今天被炸掉了。然后还有包括一些战斗机，还有一些攻击的这个直升机也被炸掉，大概有15架以上都全部被处理掉了。这只是今天第1波的攻击。那么邵尔，你知道第2波的攻击，他做什么事吗？他要做什么？他直接打了昨天美国丢了总共丢了不是14枚的重型的钻地弹，对不对？其中有好几颗丢到福尔多这个地方嘛。
以色列今天用他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飞机呢，直接兵临城下，再打这个钻地弹，以色列的钻地弹，再打福尔多下面的设施啊？为什么？我怕你下面409公斤的这个浓缩铀，到底那美国几颗下去以后，下面不明啊？下面到底怎么状况，我不知道嘛。福尔多被轰了12发的巨型钻地弹，今天照打。他到底是丢在什么地方？因为现在不知道，只知道以色列又攻击福尔多，再用钻地弹再炸再打就对了。以色列跟别的国家真的不一样。我们会想说啊，昨天美国才丢了14颗，对不对？对。今天照理来讲，应该收拾善后，应该不会再去打了吧？那么以色列呢，打铁趁热，今天再打啊，再打哦。如果你那个等于说伊朗的有人要去现场收拾残局要干嘛的话呢，那么以色列趁这个机会再打。他们还特别锁定福尔多这地方有天井或者是这个通气排气孔的地方，再打下去就对了。要让它整个福尔多最后都不能用。我不管你下面有没有409公斤的这个浓缩铀，最后反正你也拿不出来，你也不能用哦。那么除此之外呢，事实上呢，就在刚刚，那么这个美军在叙利亚的基地被人家攻击了啊！好，我跟你讲这个攻击伊朗出手了，这个攻击要弄清楚是伊朗的还是有人趁火打劫，比如说 IS 等等啊？为什么？因为呢，根据俄罗斯的相关报道说，这是迫击炮打的啊，迫击炮打的。那迫击炮打这个等于说，迫击炮打的会不会是 IS 的趁这个机会故意我就打了以后，然后让这个美军去，因为川普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我就这14枚把你炸了以后呢，各家为纪我空袭啊，你不要再惹我，你惹我就不放过你哦。但现在突然间有人真的去攻击了这个美军在叙利亚的基地呀，他这一攻击以后呢，美国一定要弄清楚是不是伊朗干的，因为只要是伊朗干的，他不会放过你。我讲坦白，你找到一个借口，狂轰乱炸，炸得你一塌糊涂啊！对的，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哦，现在以色列疯狂去攻击，你看到以色列已经击中德黑兰的监狱。我心里想，我前几天才看到一堆监狱人跑出来，结果今天伊朗司法部说，对，他真的炸了。以色列今天的攻势打中德黑兰的伊文监狱，导致部分设施受损。重视这监狱很有意思哦，伊文监狱是关押双重国籍者跟西方人士而恶名昭彰，伊朗常常把这些人当作和西方谈判的筹码，结果今天一瞬间，砰就没了。告诉各位，以色列是故意的，为什么呢？没事为什么会去炸这个的？然后飞弹去打这个伊文监狱嘛？你知道他打监狱的哪里？照理来讲，你打监狱如果是误打了、误击或者干嘛的话，你打到监狱里面，那死的就是这个囚犯嘛？对，不对？他打监狱的大门，你说门打开让人放出来，他把大门的，就是因为监狱人关在里面嘛，对，他把大门跟旁边这些一层又一层关监狱的这些那个门锁盖着，全部炸掉了。炸掉以后呢，监狱里面的人是不是都跑出来了？而里面的人全部都是反那个伊朗德黑兰政权的人，他就故意的，你知道吗？所以以色列做什么事情都经过精打细算、精心策划了以后呢，才进行这样的一个炸监狱的行动。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